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美债券 ETF 5月份的规模、绩效以及推荐排名。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那这个指数是 Core PCE， 也就是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那这个指数的话呢，是扣除了石油以及能源等一些比较变动性比较大的一些因子。所以说呢，这个指数的话呢，是联准会官员在衡量是否要降息之前最主要的核心通膨的指数。那这个指数的最新公布值是在2024年的5月31号，那它是统计4月份的通货膨胀。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公布值是 2.8%， 那前值的话呢也是 2.8%。你也可以从这张图当中可以发现到，从2024年的2月份开始到现在2024年的4月份，已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 Core PCE 呢它都是在 2.8% 左右。那这个数据对美联储是否要降息来讲是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代表说通货膨胀呢其实已经出现了停滞下降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的 GDP。 那 GDP 的季度环比的话呢，最新的公布值是在2024年的5月30号，那公布出来的数值是 1.3%， 那比预测值的 1.6% 还要低的 0.3%， 那前值的话呢则是有 3.4%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济的数据可以发现到，美国的经济看起来它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其实已经有明显的放缓的情况。那这种增长的速度放缓了，对我们那种投资股市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应该不是一件好消息。但是呢，对投资债券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一件好消息。因为经济放缓的话呢，就代表通货膨胀的话呢是有更高机会会下降的。那通货膨胀下降的话呢，那利率的话呢就有机会会调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投资那种长天期的债券就可以赚到不错的债券的价差。所以说呢，虽然美国的 GDP 看起来是有放缓的情况，但是呢，股市跟债市呢其实反应都还算蛮不错的哦。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Fed联准会的最新的降息相关消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总共有16个官员。那其中呢，右边的官员的话呢，是已经没有利率投票权的官员。因为联准会的官员的话呢，除了8位的常任理事员，也就是中间这8位，那其他的4位的话呢，都是会进行替换的。那右边这4位的话呢，是已经没有投票权了。他们在2023年有，但是今年没有。那左边的这4位的话呢，则是替补进来，具有利率投票权。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看2位官员他们的谈话。那第一位官员的话呢，他就是没有利率投票权的官员，也就是右下角的这位女性。那这位女性她的名称叫做洛里洛根。那她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注重在中性利率上面。那中性利率就是指不刺激经济又不会拖累经济的一个利率水平，也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水平，不会说什么这利率太高导致经济下滑，或是这个利率太低呢导致经济呢被受到刺激。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中性利率。那这个洛里洛根就表示，他觉得现在美国的中性利率其实好像已经有逐渐的上升了。那他说为什么中性利率会上升呢？主要就是因为能源的转型，好像是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发达，然后再来就是近岸外包，还有人工智慧等等的一些投资的需求。他觉得这些原因呢，会导致中性的利率呢逐渐的上升。那其实他讲出中性利率上升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态度其实偏向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呢，他认为现在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并不是太高，因为中性利率上升了嘛，那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看起来就不是这么的高。也就是说呢，他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这么的紧缩。好，那这就是洛里洛根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位官员呢，他目前在今年的话呢是没有利率投票权的哦。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位官员。那这位官员的话呢，他就是常任的理事员他是有利率投票权的。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廉斯。那他表示过去1年美国的经济呢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证据。他表明呢，货币政策的限制性呢有助于实现美联储的目标，也就是呢将通货膨胀呢压到 2%。那这时候呢，记者就提问，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呢才会开始去支持应该要去降息呢？那这位官员就回复说呢，我们不觉得我们现在有任何的急迫性
或者是必要性，必须要去做出降息的这个决定。那他也表示，现在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呢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但是呢，考量到美国的现在的经济的状况，他觉得他们也有时间或者是能力呢，可以去收集更多的数据。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的美国经济也没有到非常的差啦，我们不用这么急的去降息啦，所以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要降息这件事情。闭嘴，一群低能儿！那他后面又有提到，美国正处于不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呢，又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相当好的一个轨道。所以呢，这位官员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他是属于一个非常鹰派的一个发言。他觉得现在美国的利率政策呢，其实是非常的好，通货膨胀呢也可以持续的下降，所以呢，不需要这么急的去降息。那这位官员他在访谈的最后呢，也有表示出他对今年美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预期。他预计啊，今年年底的时候呢，美国的通货膨胀 Core PCE 呢会来到 2.5% 左右。然后呢，到明年2025年的时候呢，就可以回到 2% 的这个区间。那我觉得这位官员的话呢，他是一个少数表达比较明确的一个官员哦。好，那以上就是美国联准会的最新的发言。那他们发言完之后呢，美国的利率期貨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2024年6月12号预期会降息的几率其实非常的低，只有 0.1%。也就是说呢，今年上半年基本上都是不会降息的。那7月31号降息的几率大概有 15% 左右，没有降息的几率也有 85%，那应该也就是不会降息啦。然后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降息的几率就大幅的上升，来到了将近 53% 左右。那大概会降息到 4.75% 到 5.25%。那降息一码的几率是最高的，最高几率会来到 45%。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也可以看到，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呢，目前预期啊，大概也就降息1码到2码左右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美债券 ETF 5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先介绍美国公债 ETF， 然后下面的话呢才是债券的 ETF， 也就像是一些金融债或者是公司债的部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看左边的这3栏，那左边这3栏分别是规模排名以及代号，还有这些 ETF 它们的名称。那右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净值规模以及受益人数。那净值规模的话呢，我有进行月份的比较，那分别是5月31号到4月30号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出5月份的月增变化。然后呢，受益人数的话呢，也是一样可以看到5月份的月增数哦。好，那我们这边的表格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那它在5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净值规模月增的话呢是来到了142亿台币，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增加最多的。那受益人数的话呢，这档 ETF 也是增加非常的多，增加了14000多人。那它的受益人数呢是来到了331891人。那为什么00679B 它的一个受益人数可以增加这么多呢？那这时候呢，我就来看了00679B 它的一个配息的状况。那00679B 它在5月份的时候的那一次配息是来到了每一股 0.34 块，是这一档 ETF 排除第一次配息之外呢，配息最高的一次哦。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优异的配息呢，所以使00679B 呢成为了一个大磁铁，然后呢吸走了其他相同类型的美债 ETF 的受益人数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 ETF。那债券 ETF 当中呢，我们就要提到了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净值规模从原本台币1208亿台币呢，增加到了1626亿台币哦，增加非常的多，大概增加了419亿台币，在1个月的时间。而且呢，它的受益人数呢也增加了32608人。那我觉得这个显示出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台湾的投资人非常的喜欢去投资 ESG 相关的 ETF， 或者是呢投资等级公司债券的 ETF 哦。那为什么 00937B 这档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可以展现出这么强大的吸引力呢？这时候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配息。那这档 ETF 呢，它从它的第一次配息是在2月份的时候呢，到现在为止已经配发了4次，每一次都是配发 0.084 块。那在我拍影片的当下呢，群益投信也公布了，他们6月份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会配发 0.084 块。好了，也就是说呢，这档 ETF 它的配息是非常的稳定。
那如果这样算下去的话呢，这一档 ETF 它的年化殖利率可能会来到 6.4% 哦，这是非常的高哦。这不是股票 ETF 哦，是债券 ETF 债券 ETF 它的配息已经可以碾压非常多的股票型的 ETF 咯。那我觉得 00937B 它的一个配息的状况非常的稳定，而且可以配发这么高的利息，也让 00937B 呢它吸走了非常多的公司债券 ETF 的受益人数。像是我们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 00772B、00773B 这两档中性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以及中性的优先金融债券 ETF， 他们的收益人数都一直在下降。但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下降的债券 ETF 就不是这两档了，又多出了非常多档的 ETF， 他们的收益人数都在持续的减少。像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或者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这几档 ETF 呢，他们的收益人数也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的情况哦。那不知道我们频道的观众有没有人原本是投资这几档 ETF， 但是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卖出了这些债券的 ETF， 那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你要卖出这些 ETF 哦。那收益人数增加最多的除了 00937B 之外，第二多的就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增加了1900多人。那这一档 ETF 它也是一档非常新的 ETF。那第三多的则是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它也是增加了1917人。不过这档 ETF 呢，它更加的新，它是今年挂牌到现在为止也不到2个月的时间哦。但是呢，它的收益人数就没有像 00937B 以及 00933B 增加了这么的快。这档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感觉它的蜜月期好像已经快要结束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美债券 ETF 他们的绩效排名。那也是一样，左边3栏的话呢，都是属于绩效排名、代号以及他们的名称。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市价，那市价可以看到这些 ETF 基本上就是50块钱内就可以买进的。那内扣费用是属于2023年全年度的内扣费用。那除了 00931B 未满1年之外呢，其他的 ETF 都是有满的状况哦。那存续期间的话呢，我也列在旁边这一边。如果你想要赚债券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话呢，那选择高存续期间的一个 ETF 会是不错的选择。那旁边的话呢，则是配息以及殖利率，那我都列在旁边这一边。那月绩效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到月绩效基本上差异不大，都是在 1% 以内。那基本上也就是说呢，5月份市场上对美联储他们降息的预期其实没有太大幅度的变动，所以呢导致了这些不管是长天期的美债 ETF 或是短天期的美债 ETF， 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绩效表现其实没有相差太大。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拉大，拉到了年含息绩效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到今年以来的话呢，年含息绩效最佳的几档 ETF 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券 ETF 哦。那也主要就是因为短天期的美债券 ETF 它们的风险本来就比较低，因为美债的 ETF 比较低嘛，再去加上短天期的债券 ETF 呢，他们对利率又更加的不敏感，所以说呢，降息预期的下降呢，对这种短天期的债券 ETF 呢影响就非常的小。但是呢，现在的短天期的债券 ETF 呢，又可以拿比长天期债券 ETF 更高的利息，因为美国公债呢，他们的现在的殖利率是属于倒挂的一个状况。那综合以上3个趋势呢，就使得短天期的美债 ETF 他们今年以来的报酬率呢是非常的优异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 ETF。那债券 ETF 当中呢，月绩效排名最佳的都是属于金融债，前7名全部都是属于金融债券 ETF， 他们的绩效大概都有 2% 左右的一个报酬率，月含息绩效的部分。那如果拉长看到年含息绩效的话呢，年含息绩效今年以来最佳的3档 ETF 全部都是属于非头等债。然后呢，其中有一档呢是属于金融债券 ETF， 也就是 00846B 的富邦欧洲银行债 ETF。 那这个趋势其实很明显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今年的降息预期其实一直在下修，
所以呢，债券的价差其实非常的小，可能是属于负值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债券 ETF 它可以配发非常高昂的利息，像是非投等债，他们往往可以配发非常多的利息，还有银行债也配发非常多的利息，短天期的美国公债也配发非常多的利息。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这种配发比较高利息的债券 ETF 啊，他们今年的报酬都还蛮不错的哦。那关于以上这些表格的内容，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呢，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进行下载咯。好，那接下来我来分享我自己研究的心得。那其实我今年已经开始预期美联储也就是联准会呢可能不会降息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美联储如果没有降息的话呢，就代表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去投资高利率的债券。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本投资债券的话呢，主要都是要领利息。债券主要就是要持有到期领固定的利息，这是债券最原始的一个投资的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所以我自己的话呢，我都会去投资短天期的债券。那就算现在利率没有下降，那短天期的债券我也可以持续领超过每年 5% 的利息。那我觉得这 5% 的利息对我来讲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那你呢？假设今年完全不降息的话呢，你会去调整你自己的投资策略吗？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因为今年的那接下来 Kevin 要分享自己的